来生我们再会，来生我会等你。小玉在好友雅萍的帮助下搬了新家，宅子哪儿都好，但院里那棵据说存世有1000年之久的银杏树，却让小玉心里生出丝丝异样。那棵树好像变成了精怪。据老人说，这个院落本是一座小庙，传言50多年前有对亲兄弟带着各自的人马在这里火并，后来双方的人死伤殆尽，这座庙也毁于一旦，唯有这棵银杏树完好无损，茂腾腾地生长着。上任屋主是个游历四方的商人，破败的小庙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书房的架子上摆满了各处搜集来的精品藏书。小玉的丈夫秦岩是个性情温和的教师，他十分满意这间书屋，而小玉也莫名被这院子里的银杏树吸引，两人便决定住下了。夜里，一阵风吹进卧房，掀开纱帐，看到夫妻恩爱的一幕，又逃也似的吹回了银杏树梢。数日后的一个清晨，常伯捎来秦岩的一封书信，还帮雅萍带了口信。他嘱咐小玉煮好茶，自己傍晚就过来。天色暗了下来，小玉点起煤油灯，壶里的茶水热了一遍又一遍，雅萍却迟迟没有上门。院子里的银杏树无风作响，小玉以为是丈夫赶回来在同自己玩闹，便叫他不要躲了，快些出来。然而树下走出的却并非秦岩，他的脸影藏在树叶头下的阴影中，叫人看不清面目。小玉惊恐地叫出了声，她随手从抽屉里拿起一把刀防身，男子似乎也被吓了一跳，迅速退回原地不再动作。见男人没有害人的意思，小玉定了定神，端着茶水来到院外。来者是客，他邀请男子坐下来喝杯茶。男子从树下走出，他似乎是个和尚，看着小玉的目光隐含着深意。男子询问小玉是否在等人，小玉弯了弯嘴角，好友雅萍向来不准时的。小玉好奇男子的来历，男子看向一旁的银杏树，他一直在这里，在这棵银杏树下等人，这一等就是50余载。观男子面貌大抵20出头，可为什么偏偏说自己等了50年？小玉不甚疑惑，男子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50年前，并非传言所说的兄弟火并，而是兄弟俩和别的帮派火并，他就是那个弟弟。男人说的真挚，频频看向小玉的眼睛中仿佛蓄着泪水。鬼神之说不可尽信，但眼前的男子显然不是寻常人。他叫阿明，为求在乱世中安身立命，哥哥在附近的山头安营扎寨，后来父母死于帮派寻仇，哥哥便独自拉扯着他长大。哥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仇，终于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带着人一举歼灭了仇家，却动了恻隐之心，放走了一个6岁左右的孩童。那孩子和当时的弟弟一样大。哥哥平日里靠打劫过路的富商和官车养活一寨子的人，他从不让阿明参与这些打打杀杀，平日里只是教他骑马射术和一些防身的功夫。为了避免被寻仇，没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很少下山。唯一例外的是，每年农历3月初3的赏花节，哥哥总会带着亲信到镇上赶集。他们策马穿过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，来到熙熙攘攘的小镇上赏花买醉游园观景。哥哥还有件最要紧事，那就是见自己心爱的女子。今年过去，阿明长成了少年人的模样，他不爱热闹，所以很少和哥哥一同下山，百无聊赖的时候便到林中打猎。一阵悠长的笛声吸引了他，阿明纵马来到一片空地，一个梳着辫子的红衣女子背对着他坐在崖边。听到马蹄声，女子回过了头，那张脸和眼前的小玉别无二致。小玉听得入神，正要询问那女子的来历，门口便传来雅萍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对面的阿明也转瞬消失，一旁的银杏树叶沙沙作响。雅萍嘀嘀咕咕地说，简直是活见鬼，自己老早就看见了院门，却一直走不到。小玉并未将阿明的事说出来，只是打趣雅萍这般天不怕的不怕的人，什么时候也这么迷信了。雅萍留在这里过夜，两人打闹一番。小玉将自己和秦岩的决定讲给雅萍，他们辗转了好多地方，从来没觉得哪里是不舍离开的，但这间院子却让他想安定下来。于是他和秦岩打算买下这所房子，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。雅萍察觉到了孩子这个关键词，她激动地抱住小玉，祝贺她即将成为一个母亲。清晨，雅萍早早地起了床，帮小玉把水缸接满，拾了些柴火堆在灶房。她嘱咐小玉不要再干粗活累活，留着等下次她来的时候帮小玉做。小玉和雅萍聊起了这间院子，她可是打心底里喜欢。最让人惊奇的是，她曾梦到过这里，一样的石桌石凳，一样的银杏树，她也和昨夜一样煮好了茶，等着一个她记不起来的人。和雅萍在一起，小玉仿佛回到了少女时光，他们之间是嬉笑打闹和说不完的悄悄话，直到日头快要落山的时候，才依依不舍地分别。太阳的余晖将院子里照得金黄一片，不多时这金光也没了，夜色沉沉地笼罩而来。小玉煮好茶，坐在石桌边，墙上的挂钟响了起来。一阵疾风吹过，阿明出现在院中。小玉想听完他的故事，故事说到了在崖边吹笛子的九儿。说到九儿，阿明的目光都缱绻起来。他们的初遇算不得美好，但对阿明来说却是惊鸿一瞥。他不愿放九儿离开，
于是便鬼使神差地将他掳回了寨子。九儿被绑在椅子上，阿明就坐在他对面定定地看着，从晚到早。起初九儿还会闹，日子久了便也安静下来，只是不管阿明问什么，他都不肯开口。九儿打发时间的法子就是刺绣，但他从来只绣杜鹃，旁边再绣上自己的名字。九儿偶尔也会出门，他一路走上山顶，站在最高处，一言不发地看着对面的山，光影在九儿脸上变化。他看着风景，阿明就看着他，直到听到自己心如肋骨。阿明觉得他一定要娶九儿，九儿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他是被抢来的，他是怨着阿明的。但阿明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他总以为时间还很多，也以为付出就会有回报。他相信只要全心全意对九儿，他终有一天会给予自己热烈的回应。哥哥对于阿明这个唯一的亲人有求必应，为二人择了良辰吉日完婚。寨子里的姑娘小兰大抵是亚萍的前世，她虽一直爱慕着阿明，却从未生过加害九儿的心思。她的情谊从所爱之人延伸到她的爱人，似乎真的只要阿明好，她就什么都好。新婚之夜，九儿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回应。那个时候，阿明以为九儿只是恨自己把他抢来，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这种恨不会持续太久，假以时日，他一定让九儿回心转意。过了杜鹃花盛开的时节，阿明就让小兰买来上好的丝绢做成永生花，让它们永远盛开在九儿的屋子里。这天，九儿终于开了口，她说：“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”仅仅这几个字就鼓舞了阿明，他越发坚定付出就会有回报。不久之后，阿明拿来了第一次见九儿时他吹的笛子，提出想再听他吹一次。原本并不抱多大希望，没想到九儿真静地接过笛子吹了起来。阿明一瞬不瞬地看着九儿，细细地描摹着她的轮廓，但九儿的思绪却回到了自己年幼时，她和哥哥在林中艰难求生，疲于奔命。哥哥带回了战利品，里面有一只白色的马驹。阿明知道九儿一定喜欢，两人策马在山间驰骋，耳边是猎猎作响的风声。九儿又想起了从前，这让他心绪不宁。察觉到九儿态度的转变，阿明以为他终于守得云开，可第二日九儿却又变回之前的九儿了。他似乎在隐忍着什么，却又什么都不肯说。阿明十分不解，他质问九儿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，是否自己做的还不够好？如果他实在怨气难消，就杀了自己解恨。九儿下不了手，阿明能感觉到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什么。他一气之下骑着马来到山间的小庙，请求住持师傅为自己剃度。师傅道他红尘未消，便请他住几日再做打算。阿明心意已决，他看不懂纷纷扰扰的红尘，便想离他越远越好。剃度这天，哥哥来了，他没有怨阿明，只要阿明想做的，他都答应都满足。但这并不代表两人可以恩断义绝。哥哥会时常来看阿明，确保他过得好，哪怕到了阴间，弟弟也是他的亲弟弟，也一定要过得好。不久后，九儿也来了，阿明将他拒之门外，九儿却没有离开，他在寺庙不远处的茅屋里住了下来，日日都来送茶送饭，却仍是不说话。阿明也次次视而不见，直到某天他气恼地抬手打翻了茶水，九儿蹲在地上将碎掉的茶碗一片片捡起，他的手掌被割得鲜血淋漓，阿明心疼地替他包扎伤口，他的红尘从未断过。那日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，九儿照顾着阿明的饮食起居，阿明也接受了他的茶水，虽然仍是不说话，但九儿却第一次对他绽放了笑容。阿明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但平静温馨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又到了每年的3月初3，哥哥照常乔装打扮下山游玩，因为是难得的好日子，师傅也带着师兄下山化缘去了。往常这个时候，九儿总是早早煮好茶在院里的石桌边等着，可那日他却迟迟未来，茅草屋里也没有九儿的身影。不多时，九儿穿着他们初见时那身衣裳跑进了小庙，问阿明要不要跟自己走。阿明有些诧异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这时寨上的兄弟们扶着受伤的哥哥躲进了庙里，原来他们在下山途中遭到了埋伏，哥哥身受重伤，流血不止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也早为这一天做好了打算。最后，哥哥嘱咐阿明干干净净的活着，千万不要想着为他报仇，一报还一报，一切就到他这儿结束。哥哥抱哈而终，庙外传来喊杀声，他们要放火烧了这里。九儿大声阻止，原来门外是他的亲哥哥，而他们兄妹二人的父母就是当年阿明哥哥的复仇对象，也是他动了恻隐之心放过的孩子。一切都合理起来，阿明终于知道他和九儿之间隔着什么，也明白九儿之所以态度奇怪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动心了，却又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他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，却又不能放下灭门之仇。阿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拿枪指着九儿，一边是杀兄之仇，一边是此生挚爱。阿明在崩溃的边缘徘徊，眼里是无尽的痛苦。九儿何尝不懂他内心的挣扎，两个一开始就是错的，以至于无论怎样结果都不会美满。他握住阿明拿着枪的手，将枪口放到了自己心口，扣动了扳机。既然这辈子注定有缘无分，那就早早结束这一切，祈求来生能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相遇。九儿闭上了眼睛，庙门被破，阿明也死在了九儿哥哥的手中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为了去赴来生的约，九儿先一步投胎。阿明怕他回到银杏树下找不到自己，便等在这里，一步也不敢离开。小玉听了阿明的故事唏嘘不已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故事中的人。
这些年，阿明一直痴痴地等着，却忘了问自己到底在等什么。如今他想给九儿的，他都已经有了。50年了，阿明的时间到了，他没有机会再等，也无需再等了。茶凉了，小玉要去给阿明续上。这句话是他们约定的暗语，只要说出来，就能认出彼此。阿明闭了闭眼，一颗泪从眼角滑落。小玉也想起了一切，这些记忆痛得他喘不过气。等他踉跄着跑出院外寻找阿明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在了银杏树下。如果说此前种种是在给我们讲一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，那么他们之间应当已经等了3生3世。只是这第2世藏在小玉的记忆中，以及阁楼房间的墙壁上，那里挂着一张他从前的照片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